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就是道，生养万物而生生不息。人亦是万物之一，地球上的微生物、植物、动物形成自然生态。土壤中的微生物让植物健康，植物提供动物们需要的能量，滋养了万物苍生。大自然和谐下，生态平衡，互利共生。而聪明的人类破坏了这一切。人类追求科技与文明，造成环境污染，形成各种疾病及心理层面的问题，如失眠、忧郁、躁郁等等。生产食物的方式违反了自然法则，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环境荷尔蒙，使得微生物消失，土壤酸化毒化。我们食用不健康的蔬果、食材及不正确饮食习惯，让身体承受了这一切。台湾卫生福利部2019年癌症登记报告中统计，新发癌症人数为121254人。2020年全球每年超过1930万人罹患癌症，这是人类逆天行道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人类如果能按照正常生活作息，使用大自然给予的天然食物，自然能够延年益寿。如果违反自然法则，就是违反天道法则，带给地球生态的灾难及人类难以承受的疾病。14年前，返老还童气功在这样的因缘下诞生了，改善了无数亚健康的人外，也帮助了数千位罹癌的朋友。10几年来，返老还童基金会已花费3000多万元，为癌友免费授课 CAM 癌症另类辅助疗法。目前全球每天早上有数万人到近千个练功场练习这一套完全免费的功法。从台湾出发，传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汶莱、印尼、澳洲、泰国等地，累积了10几年的实务经验。我们在台南市大内区投社里成立返老还童希望园区，无偿的提供14天的完整系列课程，来帮助罹癌的朋友恢复身心灵的健康。运用无甲的农地，种植天然无毒的蔬果，提供给上课的学员们食用，打造自然的环境，让学员每天在此修炼返老还童气功。希望园区提供2人1房的住宿，可同时容纳300位学员住宿及上课。希望园区提供的课程是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CAM 癌症辅助疗法而设计，10几年间，数千位癌友实际力行而得到效果，因此将 CAM 辅助疗法整合成完整的课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将 CAM 分为5大范畴： 1. 另类医疗系统，草药、针灸、气功等； 2. 精神身体介入疗法，冥想、催眠、音乐与艺术疗法； 3. 生物学基础疗法，包括特殊饮食疗法； 4. 按摩治疗方式； 5. 能量疗法，透过能量场来诊治治疗疾病。返老还童希望园区 CAM 课程简介：1. 4天癌症正统治疗医学课程，邀请治疗癌症的相关专业医师及专业营养师来授课，并提供最新的医疗资讯，让罹癌朋友对于正统治疗有正确的认识，把握治疗时机，不至于延误病情。提供世界卫生组织 CAM 辅助疗法，协助病人恢复身心灵的健康。那我觉得我们返老还童气功呢，是对于癌友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有非常好的照顾。
没有，其实我们返老还童气功呢是完全不收费的。那现在我们老师发心在大内还有希望园区，希望能够带给癌友全面性的照顾，所以有一系列的课程都可以让癌友有更多的心灵上面的成长。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治疗癌症抗癌其实我觉得有3个要素了一个就是要有好的医师，他可以提供你很好的治疗，包括手术啦、化学药物这些治疗。第二个就是你这个癌症的严重度也是蛮重要。你假如说发现的晚的话，那治疗效果就不好。第3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病人本身的癌症本身的癌友呢，身体要有要强壮，你才有办法接受这个医疗，包括手术啦、化疗这些，其实都对身体伤害蛮大的。那我觉得这个健康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癌友就是能够每天来做这种气功的运动，不光提供体力，还有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这个是对我们抗癌是蛮重要的一环身上有癌细胞、有肿瘤的病人呢，不用担心害怕，因为我的观念是，只要你的信念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往健康的生活方式去调理，癌细胞甚至有可能不经过主流的治疗，也有可能完全恢复。2. 2天营养课程及食材料理，认识目前医学证实能抑制癌症相关的食材，学习健康又方便的烹调方法，让学员回家后能简单操作，把健康概念带给家人，并实践在生活中。3天癌友气功班，返老还童气功主要是以失传的太上老君内丹经修炼内丹为主，相传数千年，道家修炼延年益寿长生的法门就隐藏在庙宇建筑中。太上老君曰：夫练大丹者，固守炉灶，返老还童，功成形满，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髓。1年益气，2年益精，3年益脉，4年益肉，5年益髓，6年益精，7年益法，8年益骨，9年益变形神。身中有36000金光神，居身不散。返老还童气功融合古瑜伽抗打理尼，类似中医与道家所说的精气或先天之气。透过修炼道家及瑜伽，将可以唤醒沉睡在身体中的抗打理尼，使它通过中脉，最终达到犯我合一的境界，快速稳定癌症朋友的身心灵。提供自然疗法的观念，舒缓传统手术、化疗、放疗时身体的不适，并强化心肺功能及新陈代谢，提升及平衡身体的免疫系统。根据数千位修炼返老还童气功的癌友回馈，练功一段时间后，在治疗时所产生的身体不适能够大幅改善，这就表示他们的身体在快速恢复中，也能有效地降低复发及提升疗愈的几率。那这些功法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呢，主要目的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身体有生病的人或者我们健康的人，就是很简单，你只要来练功，你只要认真的练功，你对你的健康一定可以得到好处。那既然讲到说要得到这个好处，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它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好处呢？这一定有它玄妙的地方嘛。那这套功法，我们的这个创办人这套功法，蔡老师，蔡良蔡老师，他创办这套功法。我刚开始来里面来练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样想法，很简单嘛，中医的理论啊，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循环气血啦，还有这个阴阳学说的理论啊，经络脏腑。那还有我们所谓的气功的理论，气功跟我们古代的阴阳学是有相关性的。那另外还包括了古印度瑜伽，当然一定是有包括我们西医里面的所谓的运动的部分啦，怎么样强化我们的肌肉啦，训练我们的呼吸啊。从这个里面方面来看到的时候，我刚开始来练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套很好的功法，它很完整，它有融合了中国古代的这些。各种不同的这种气功的功法，还有中国古代中医的这些医理的方面，
它也包含了所谓的上古文明的一些智慧。那这些东西融合在里面，当然可以让我们的健康获得改进。但是我发现它其中有一些奥秘的地方。参加返老还童的练功已经满6年了，那我有一些小小的心得了。第一个心得就是身上的一些小毛病，练功以后都消失掉了。比如说以前会膀胱过动症，这是尿急啊，每看诊的时候看大概1个小时就要跑厕所1次，可是练功以后这个自然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就是自己有一些食道逆流的症状，每晚上吃多以后，就会到半夜都会耳酸水，很难过。可是练功以后，这些都不见了这是一些小毛病都慢慢消退了那第二点就是练功以后，感觉自己的脾气变好，比较处事情比较淡定，比较不容易激怒，不容易生气那还有一点就是练功以后，感觉自己的体力好像没有什么退化。虽然今年已经70几岁了，但是看门诊开刀一样照样做，感觉体力上保持的还很好。这些小小的心得啦。叫钟怡秀，那我现在在桃园文华国小当主场教练。那我本身练返老还童已经5年了。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被诊断乳癌2期。那当时就是因为在长庚医院服务嘛，那我就是认识到了长庚医院的教练。那在教练的引导下，然后我就开始练功。那在治疗的期间，我也就是持续的练功。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治疗期间的那个副作用啊，跟我后面就是愈后都很好，所以我才会就是在持续练这个功夫。那就我们在做研究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缺氧的细胞，然后细胞在缺氧的状况下，其实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其实这样的自由基呢，会导致就是细胞的变异，也是我们说的就是癌化的作用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借由像这样子，可以让身体的氧气呢，就是有更多氧气，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达到预防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就是体内的自由基就会减少，那身体就是的细胞就不会有这个癌化的现象。那另外呢，就是就辅助疗法来讲的话，因为我本身是做放射相关的研究，那我知道就是说，很多癌症病患他们其实都有在做放射治疗。那在做放射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放射治疗对于细胞在一个缺氧的状况下呢，它其实效果并不好。那我们可以借着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有产生更多的像就是有氧的一个状态下呢，然后达到一个让放射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辅助的疗法这样子。迈入第18年嘛，那我经历了17年，那总共罹患4次癌症，3次手术，那也经历了化疗、放疗，还有标靶治疗。当时遇到了就要赶快面对嘛，所以就赶快手术，做了髋关节置换的手术。那手术过程中也是非常的严峻的一次，也很辛苦，要坐轮椅，没办法行动。所以一直到现在可以恢复到现在这样，都非常感恩。为了先生和小孩，我总不能一辈子让他们服侍着，所以我就觉得是说，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多久以内我要站起来？我就是说1年以内我一定要站起来，可以行动自如，定一个目标。那现在也完成了。保平能了，我嘴破一空哦，规礼拜未好，就走去医大医院，伊甲切片检查，无咧你咧正常，到尾来伊甲问我，你是啥物情要来检查？
我来讲哦，我真在也是吃酸啊，食物件流我肚子，但毋过来食甲即个闹了哦，会咳咳安尼，啊，怎啊甲我转去哦，这胃肠科，啊，胃肠科伊就甲照一下，才讲我就死到。我死到来了，我刚才做电疗做8几天，哦，啊，我做化疗，这时间哦，已经干5年啊。食道癌了，佮5年了吼，佮得射物腺癌。到把我女儿说：“妈妈，你们佮做工课啊？爸爸吼，已经患了好像忧郁症啥的，可能会想不开哦。”我拄啊开始来练，我是无什么感觉，但是经过了个多月了，因为我3个月爱回诊一遍，明仔我来抽爱做检查。啊，正常开始哦，我拢降袂落来，医生甲我，哎呦，你也癌指标较悬啦。你若我落食吃来啥少讲者哦，啊，真有可能会降。我咧，我才开始不来练了3个月了哦，迄过去回诊哦，医生甲我讲哦，哎呦，你有降啦，降袂少落啦。啊，我继续一直练，我了对这个讲话有信心。我还未来练进前吼，射护腺癌的危险因子的指数啦吼是204，啊正常是4，袂使超过10，好是204。来练大概差1个月后，剩降了18，啊，过来继续安尼较进，已经半冬啊。进存0.9，啊，医生讲这个已经在安全范围里。当来的时阵啊，骹呢摆拖来啦，啊4个月了吼，伊个行拢正常，伊射物腺嘛会转移到淋巴腺的时阵，伊暗骨啊袂叮当一啦，袂安尼转一啦，啊伊即摆就是讲吼，伊练了吼，伊即摆正常的啊。应该是讲啦，我应该爱死啊！半暝啊1点，中风起来，一骹一手拢无声。即摆退休了，射护腺癌末期，还袂1个月，就随书记甲我介绍来练咱返老还童。头仔尾啊，咱2个月，我就随好足济啊！迄好甲医生会惊，迄医生问阮祖囝讲，迄个谢小姐，啊，恁爸爸是去食啥物偏方啊？阮祖囝甲因讲无啊，阮爸爸都干那互你治疗呢，我也无咧食啥物偏方。他抱着怀疑的态度讲，那有可能。是在4年多以前哦，因为，在2个礼拜之内哈，我的体重啊迅速的从72公斤，然后掉到57公斤。那你那个断层扫描的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你现在是确诊是肝癌，然后我就确诊肝癌，然后他说，你的肿瘤有18公分大，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会怎样？他就直接回答我说：“你大概剩6个月的时间吧。”我说：“啊，没有治疗的方式吗？”他说：“这个部分可能请我们主任出来跟你解释会比较清楚。”哦，那依他的经验呢，应该是没有方法的。依他的经验哦，不过还是要主任出来讲。哦，然后他就去叫他的主任，可以开啦，其实是可以开。那时候我心里一震，可以开刀。3个医师跟我讲不能开刀了，我还质疑他，我说3个医师跟我讲不能开刀了哦，你可以开，然后他就说，基本上啊，你这些阴影啊，有可能是你这些压迫到神经的部分，有可能是阴影造成的，哦，那不一定，真的这种东西打开了才知道。刚开完刀以后，我那个时候我是麻药马上就退了。
我开完刀，我麻药马上退，我眼睛睁开，我看到帮我开的那个医生啊，拿着一颗皮球大的那个球，在手上在那边玩，我吓一跳哎，这是我的吗？这样子，那个时候一个念头就是说，我需要练气功。我练了返老还童气功以后啊，在生理的部分，就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变强了嘛，然后我身体变好了，然后也变年轻了。那在心理的方面，我是觉得信心的部分，就是我针对抗癌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信心的部分。手术以后，我每一年都去挂诊，去住院。直到要练功之前，我都还去住院啊。之前的1年，我连续住了五次的院，整整1个多月啊。这期间，我常常头痛到都自己想要去撞壁那种情况。在我练功以来到现在，大概在15天左右至1个月，我的头不痛了啊。在我常住院、发高烧、感染这种症状也改善了。就到现在一帆风顺啊。经过治疗后，罹癌朋友容易产生副作用，脸部暗沉，没有血色。练功一段时间后，脸部红润有光泽，就表示身体状态已经渐渐的恢复健康。目前台湾的教练群中，将近90位是癌友。因亲身经历生病及治疗的痛苦，所以发菩提心，一起来协助罹癌朋友。4天心灵课程，心灵之旅课程结合心灵疗愈、佛陀般若智慧、道家修炼内丹气脉的奥秘，透过引导来帮助罹癌朋友度过身体与心灵的困境。癌症朋友不仅面临治疗的痛苦，心灵更是恐惧、彷徨和无助。世间还有太多放不下的，如果尚有年幼的孩子及牵挂的家人时，真是让人揪心与遗憾。癌症朋友如果心情一直陷在忧郁、恐惧中，将使得病情逐步恶化，也容易导致复发。从罹癌然后走过的一段所谓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在自我成长、自我调理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个很重要，就是一种叫做所谓无私的爱的一个疗愈力。那什么叫无私的爱呢？我们平常说爱这个字呢，我们想到的可能第一个想到你的父母，因为父母养育之恩；再想到自己的伴侣，因为伴侣伴随你一生；再想到你的小孩，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可是这些爱呢，实际上是属于小爱。事实上，很多癌症病人他反而因为小爱，因为纠结，反而他得病。所以爱不是不好，可是这个爱呢，还要把它扩大。那扩大呢，它拥有很大的疗愈力，因为无私，所以你不会牵挂；也因为无私，所以你会得到很多的回馈。所以这样子的疗愈力呢，它远比所谓的其他的医疗之外呢，它还有更高层次的一种修复身体的能力，那就是你的心灵。那我们的病呢，基本上肉体的肿瘤，事实上是从你的情绪来的。很多人都有过度的压力，不管是亲情的压力、事业上的压力、金钱上的压力。那如果你的灵性开发，你不会去计较，你无私，事实上也因为经由这样子，你帮助更多人，那也更多人会回馈你，给予你力量。所以我愿意来无私分享。我想应该是感谢说，也许造物主希望经由这样子的经验，让我来帮助更多人。其实因为我本身内人佑利师姐，她本身因为也是得了癌症嘛，那其实在一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现在传统的医学啊，对于癌症来讲，通常比较不会去讨论到心灵层面的问题啦。那现在由于医学的进步哈，其实各种的癌症，其实在医学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解决的方法，不管是化疗、放疗啦，或者现在的标靶疗法啦、免疫疗法，其实都可以得到相当的帮助。但是呢，这也不是全部。那在整个过程中哈，我从我
太太跟我一起去练功，我们一起去练功之后啊，我太太在练功的过程中，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有一件特别什么的事情呢？她每天都在期待明天早上的练功，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因为她觉得每天早上早起的练功，竟然是她一天开始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后来发现，我从这样开始练功之后，我们是真的是蛮认真的练功。那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觉得真正心情的改变，当然除了功法啦、运动啦各方面，就是说当然也是要配合完整的这个医师的这个处方啦、医师的治疗，但是一个心情的改变，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花莲海星国中1年级的学生，我叫李明阳。我的妈妈是一位小学老师。我出生后不久，她就请育婴假照顾我。我和妹妹很幸福，从小就一直有妈妈陪伴。妈妈在99年得了白血病，当时我的妹妹才3岁多，我也只有7岁。妈妈说，我们很快就长大了，她要把握能多陪我们的机会。有一次，我的同学问我说：“我会不会难过我的外貌改变？”我告诉他：“我一点都不难过。”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有呼吸就已经很幸福了。我每天能够还有呼吸，就是一件最棒、最幸福的事。妈妈生这一场病，让她改变了很多，但是都是往正向的方法改变。她也希望让她所认识的人能够免除这样子的痛苦。那时候每天早上就要忙她，然后要忙她，然后要赶去医院看她，然后再去上班。可是有一天我真的很累了，累到我真的没爬不起来。那李明阳那时候自己煮了早餐，叫我起床。那这其实是我最大的动力。就像我讲的，生命的危机，但是我们家最大的转机，这样。我感觉到我的这一生看到我的先生，我的2个孩子，我们是互相帮忙的。然后这一生真的要感恩的人太多了。尤其这一路上陪着我们一起练功，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照顾孩子的这些好朋友们，还有这样慈济的因缘，可以有骨髓移植这样的一个途径，我都非常感恩。尤其在返老还童这个大家庭里面给我的支持，然后这个功法的这个奥妙，然后我觉得让我这一生是充满了希望。好，这些所有的危机，通通都是最好的转机。生从何来，死从何去，何处为依归？这是千百年来人类想知道的答案。这些答案，道家经文中记载着灵魂永生不死，佛陀更指出灵魂法身不断的轮回转世。现今科学也证实灵魂的存在。这些疑问在4天3夜心灵课程中有明确说明，同时让学员们亲自体悟，并重新认识自己，面对心理的障碍，提高心灵层次，克服内心的无助，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了解，学习放下世间的挂碍，疗愈自己，并照顾好自己。
本中心1年可以免费提供6000位癌症朋友为期14天的 CAM 课程。授课前，每天在练功场有教练传授功法；授课后，每天在练功场有教练陪同练功，让癌症朋友能够维持身体机能，配合正统的治疗。接受我们协助的癌友，除了减少正统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外，大部分在半年至1年之中，身体会渐渐地恢复健康。